发言人，我们是北江分局刑侦大队的，我是杜成，这是我的同事沈毅。你是杜青的弟弟是吗？对，您认识我姐姐？认识，都认识好多年了。以前在欧洲老是碰到，他也总跟我提他有个当刑警的弟弟。曹先生，咱们聊案子吧。好，来坐。我们想了解一下，您最后一次见到您爱人是在什么时候？22号。那天我儿子回来，我们在家里吃的饭。第二天早晨6点呢，我就出差去了机场。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您太太遇害的？就今天早上。我回来以后，就听到秘书在那儿尖叫，然后彻夜冷哭，就看到我的爱人躺在里面，然后我就报警了。那这个案子有没有可能和您的生意有关？我做生意从来没有跟人结过仇啊。您平时跟您爱人住在一起吗？没有，我们分房睡的。我平时也忙，他睡眠也轻，我们就分开睡，这样就互不干扰了。您儿子呢？陆正，我没有看到他的房间。他自己住外面。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看看！你冷静一点！你这个自私的混蛋！冷静点！你从没关心过我妈，我早就应该让她离开你。你胡说什么？啊！曹先生，方便让我们和您儿子聊几句吗？好。你别看他这副人模狗样的，他有今天，靠的全是我妈。你最后一次见到你母亲是在什么时候？22号晚上吧，我回家吃饭。早上那天晚上我就不回去了。你和你父亲关系不太好。虽然是他生了我，但我这辈子都看不上他。死者刘瑶，58岁，和丈夫曹健是校友，毕业后共同创业，成立了房地产公司。有了儿子曹晓东之后，慢慢淡出，把公司全权交给了丈夫曹健，专心在家照顾孩子。这个是刘瑶的丈夫曹健，接手公司之后，把原本的业务扩展到了酒店、娱乐、餐饮、保健等领域，是本市知名的企业家。我好像看见过他们家的八卦，说刘瑶家本身就是上市企业、大公司，曹健能发家完全是靠刘瑶。难道这是一个豪门恩怨的案子？也有可能。这个是刘瑶跟曹健的独生子曹晓东，在母亲的培养下考取了美国藤校，毕业回国之后，在自家的公司轮岗，3年轮岗结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安排到了集团旗下的会所当总经理。会所？这样的海归二代，难道不应该被当作家族企业继承人来培养吗？怎么会去管理会所？问杜队，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比他清楚，是吧，杜总？不听话呗。法医那边有什么发现？初步确定死因为腹部脏器多处锐器贯通伤，
但由于尸体经过冷冻，具体死亡时间还需要详细尸检。不过我们在第一案发现场的门把手上采集到了除了死者一家和秘书之外的陌生指纹，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但信息库还没有匹配到。监控有什么发现？监控显示，曹晓东和曹健离开的时间属实，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可疑的人，就是这个人。23号上午10点，他从小区后门刷卡进入，直接去了曹家。他是从前门进去的。1个小时之后，他换了一身衣服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行李袋，看样子这个行李袋里装满了东西，但是很可惜，这个人戴了帽子和口罩，看不清样貌。沈毅呢？他正在复原呢。李海，把这个视频循环播放一下。你们看啊，这个人进小区直接进了曹家，说明他对小区跟曹家是轻车熟路啊。小峰，你去趟小区物业，调查一下近半个月进入过曹家的人，包括物业的内部工作人员。明白。各位，监控里的人我还原出来了。这个人，面容特殊，脸颊消瘦，没有眉毛。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他可能曾经接受过化疗，是一位癌症患者。癌症患者？癌症患者到了化疗的阶段，通常都会暴瘦，所以他原本的样子应该是这样。这是季军啊，小区原来的保安，人特会来事儿，好多业主家里有个什么活儿，都点名让他帮忙，像什么泊车、迎客、关窗锁门什么的，都干得很好。这么说，他是知道业主家密码锁的密码。他人在哪儿？3个月前离职了，胰腺癌，发现就是晚期。这块儿有他用过的东西没？有，他走的时候公牌上交了，我收着呢。他住哪儿？季军是吧？哎，别动！你涉嫌故意杀人，警方对你采取强制措施，带走。走，我。哎，你们干什么？你别走！凭什么带走他？你有什么证据啊？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他的指纹。什么指纹啊？发生什么了？程队，第一个房间只有简单的个人物品，没有找到赃物。程队，第2房间也没有发现。这。赃物找到了。别动！这东西哪儿来的？我没见过，有业主丢东西了是吗？他在那个小区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他对业主比对我们都上心的。他没给你抱怨过小区里的业主吗？怎么会抱怨呢？我们报案都来不及的，我们不会。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跟他有关系的。那没几条啊。
久？跟曹建家熟吗？不熟。那为什么选择他家？我之前无意间看见过他们家门锁密码，我就记下来了。而且他们家最有钱。具体说一下作案过程。进了门以后，我到1、2楼都转了一下，没发现什么东西，就上到了3楼。在3楼的卧室里，找到了好多珠宝首饰，我都拿了就走了。那为什么杀人？我拿了东西出来，然后好死不死，就看到刘瑶从浴室里走出来。我本来想跑的，可他看见我了，还喊我名字，我就慌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刀掏出来了，捅了他。完事以后，我把他拖到冷库里去了，清理了血迹。再到2楼换了衣服就走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有冷库？啊？你刚刚说进了1楼、2楼，直接上3楼，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有可以藏尸体的冷库？就我在那个小区好多年了，然后每家每户大概什么情况都了解一些。曹家的情况我早就摸清了。我劝你说实话。警官，行了，别问了，我都认。盗窃、抢劫、杀人，我都认，偿命呗。动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动机？你们看我这样，胰腺癌晚期，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不死没关系，可我老婆没有工作，身体也不好，孩子还在上学，全家都指着我一个人挣钱的。当保安又没有什么存款，我要是死了，他们怎么活？只要是为了他们，别说杀人了，什么我都敢做。你怎么看？季军在描述杀人过程的时候，内心情绪波动不大，像是在诉说早已准备好的台词。但当他提到孩子的时候，明显的能感觉到，他是真情实感的在担忧孩子的未来。在他们家的时候，其实我能感觉到，他是一名好父亲。他要为自己的孩子筹谋未来的生活保障，可为什么最后要选择杀人呢？我怀疑还有隐情，我想把他带回曹建家，让他重演一下犯罪过程。
现在正好10点，需要你重现一下案发过程。啊。 那边。就这儿。我在这儿找到了很多首饰，找了个行李袋，把它装起来了。刚准备走，就碰到刘姐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在浴室。 把他捅死了。走。你现在演示一下。 当时是怎么把刘瑶的尸体搬到地下室的冷库的？我现在病态越来越严重了，身体不如前些日子。继续。好了，可以的。季军，你在撒谎，人不是你杀的。人是我杀的，是我杀的。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可能把刘瑶的尸体拖到地下室的冷库。是，就是我杀的。那上面还有我的指纹。 我们在这个门把手上提取到你拇指的指纹，无论是位置还是方向，都和你刚才的动作截然相反。而且一般人开门的时候留下的指纹都是不完整的，而我们提取到的那一枚却十分清晰。所以我们提取到的那枚指纹，是有人故意干扰我们的调查而留给我们的。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季军，季军，叫救护车。这边。孙警官，您稍坐一会儿，曹总马上就来。好，谢谢。
沈警官，不好意思，有事耽搁，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想跟你再了解点情况。好，来坐。沈警官，让我猜猜，你是听到了什么，是吧？有人说我吃软饭，靠我老丈人上位，还是说我被打压习惯了，自尊心被踩在脚底下，还是有人说，因为我恨刘瑶，所以我把他给杀了。说说看。我承认，当时我娶刘瑶，就是为了帮上他父亲这棵大树。生意场上，靠的就是人脉跟资源，而他父亲就是我最大的资源跟最强的靠山。这夫妻是利益共同体，我需要刘瑶，那刘瑶何尝不需要我呢？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至于有没有感情，这重要吗？如今，我的老丈人已经瘫倒在床上了。就算我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刘瑶能拿我怎么样？那你说我杀他干什么？还不如说他想杀我，这还更合理一点。我看你这里收藏了很多油画。啊，是。但是这些画不是我的，是刘瑶他们家的。他们喜欢去欧洲度假，逛古董店，偶尔还会委托买手呢帮忙拍画。那这一幅伏羲女娲图，应该就不是刘瑶的了吧？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幅中国画，而且上面有双蛇缠绕。不管是在您家里，还是办公室，随处都可以看见双蛇状的图腾。那些代表的是商业、贸易，唯独只有这一幅，象征的是繁衍。您很想再要一个孩子？沈警官，你的观察力很好。我只能这么说，这小东心比天高，在国外念几年书回来，就想继承我的家业。我只能告诉他，天底下没有这么容易的事。你看，刘瑶他们的家族一向是争来争去的，所以我已经看透了，孩子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所以啊，我第一次见到杜成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别人打破头都要争的东西，拱手送给他，他不要，他迟早啊要为他的天真而后悔的。杜成我比较了解，在他身上确实嗅不到什么世俗的味道。就像您的追求，外人也看不懂，不是吗？刘瑶已经死了，我个人追求什么，也没人能管得着。对了，你们调查的如何了？这入室盗窃、抢劫、杀人，这么大一个案子，这凶手一定要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一定会抓到凶手的。怎么样？我怀疑刘瑶的死跟孩子有关系。季军昏迷了，已经说不出话了。李涵刚才来消息，说他老婆拿了一包东西到警局，咱们回去看看。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我们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你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我家里找到一张纸条，是季军留下来的。他说给我们留了钱，让我们在他走了之后好好的生活。钱都在这儿，我们不要，我们一分都不要。我就是求求你们，你们能不能让他在最后的日子过点好的日子？哎，你先起来，好好说。你先坐下。怎么那么傻？你这个金手链哪来的？是他送我的。什么时候给你的？大概半个月之前，那天他说，结婚都没给我买过3金，想给我补个手链，下辈子再给我戒指和项链。这个也是他偷的。可能他以前就去过曹建家，但是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我查了季军半个月前的行动轨迹，没发现他去过曹建家。那这个金链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金链子是季军去医院治疗回来给他妻子的。我查了当天的监控，找到了这段视频。那像是在故意开车撞人。他为什么要撞一个孕妇？陈队，孕妇叫周珊珊，曾经在曹晓东的会所上班，是个公关，后来傍上了曹晓东就辞职了，现在怀孕在家待产。12号的下午3点，曾经撞车受到惊吓，去医院保胎。这个是他资料，还有住院记录。我感觉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季军很有可能是被收买了。谁收买他？你说怎么查，我配合你。申毅，你和李涵去找周珊珊聊聊。咱们去会曹晓东。好。程队，这里有具损坏的雕像，看样子像是一只狮子。警察同志，请坐。你们来找我，还有什么事吗？周珊珊是你女朋友？是啊。怎么了？她被车撞了，你知道吗？哦，知道。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她在工作里或者生活中有没有跟谁结仇。
那你呢？你有跟人结仇吗？我要是说是我爸，你们会信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不是为了钱。他担心我和我妈把他踢出去，我的孩子也会分家产，所以他雇人想害死我的孩子。我觉得是他杀了我妈。我们需要排查一下这里所有认识周珊珊的人。周珊珊啊，她刚来的时候看着挺笨的，讨酒都不会。可谁知道她是扮猪吃老虎，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抓了个大小王。曹晓东？不是，小曹总的妈。周珊珊是个研究生，意外吧？刘瑶经常来这儿吗？是啊，刘瑶特别喜欢周珊珊，每次来这边陪客人，就指定让她陪着。我就觉得这个周珊珊啊，就是故意装清纯的。这高学历就是不一样，能跟有钱人聊得到一块儿去。哎，你知道吗？周珊珊其实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的。小曹总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在会所喝酒打牌，哎呦，天亮了才回去。我看着小曹总是不怎么喜欢他的。来，金雅同志，这是我的名片，来拿着拿着，以后来这边定位记得找我啊，我给你们送酒。去吧。北江分局刑侦大队的画像师沈毅。李涵，你也下去吧，警察在呢，能有什么事儿？好。不好意思啊，上次被撞了以后，小东就给我配了保镖兼司机，来保护我和孩子的。对于谁想害你，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吗？这我真不知道。之前有得罪过谁吗？我之前在会所上班，干我们这行的，没人敢得罪客人，也没人把我们放在眼里。再大的冲突，也就1瓶酒的事儿。辞职之后，我就一直住这儿，待产。我能得罪谁呢？孩子还好吧？挺好的，6个月了，男孩。那你跟曹家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我对我自己的位置还是知道的。我呢，就想靠我这个孩子，给自己挣一份生活保障吧。只要孩子跟曹家有关系，就够了。那些画是你画的？对，成人绘画班学的。画的挺好的，结构非常稳定，色彩温馨明亮。能看得出来，你的确对现状还挺满意的。这都能看出来。没错，被撞，也许是个意外。曹家人对我也挺好的，我确实没什么可担心的。你的手镯挺特别的。小东他爸送我的，10几万呢。他们这家人这方面对我确实挺好的。我想要什么，说买就给买了。刘瑶选了周珊珊给曹晓东生孩子，所以曹晓东和周珊珊之间并没有感情基础。那曹晓东为什么会接受？这个你眼熟吗？这个在曹晓东的会所里我见过。我在曹健的家里看到过很多一模一样的。
这能代表什么？我觉得是刘瑶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主权。道东会所里那个也是他放的，应该是。你再看这个，这是一头母狮。一般狮群的组成是由一头雄狮和几头母狮组成。母狮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为了维系整个狮群，很有可能要经历多次雄狮的更迭。之前可能是爸爸，之后可能是儿子。曹晓东会把这么大的一个雕塑放在空间的中央，说明这个艺术品蕴含的含义是他非常认同的。但现在母狮断头，它下面的碎屑说明它刚被砸碎不久，所以我推测曹晓东和他母亲刘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程队，沈老师，我查到曹健投资过一家基因公司，叫江城凯莱生物，他带周珊珊也去过，所以我在想，要不要过去看看？行，我和程队去吧。好。你们好，我是唐可盈，方老师让我来接你们。方老师，北江分局的客人到了。没想到来的人是你，杜成，我同事。你们认识？幸会。有一个案子，我们查到曹健带着周珊珊来你这儿做过基因检测，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关于周珊珊以及曹健父子的具体情况。曹健、周珊珊，很奇特的一家人。你对他们是什么感受？曹健的家里有很多图腾符号，到处都传达着欲望，但是欲望和欲望之间又有着强烈的冲突，似乎在滋养着某种邪恶。我们想了解一下，曹健带周珊珊，具体是来做什么？我非常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不过很抱歉，凯莱生物是一家基因研究公司，我们和客户之间有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我们查到，曹健也是你的投资人。从这个角度，你有义务配合我们的调查。非常不错的角度。不过沈毅的感受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你应该再遵从你的感受，继续挖掘。你到底愿不愿意配合我们的调查？好，我去查一下。曹健先后带过很多女性来做过基因检测，周珊珊是最后一个。他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人来做基因检测？检测他们的基因是否匹配。因为曹健家族有非常严重的基因缺陷，而且是强遗传性。具体是什么样的缺陷 ？MAOA 基因，又名战士基因或犯罪基因。研究显示，如果男性体内的 MAOA 基因一旦发生变异，就会控制不住情绪，造成暴力和攻击行为，可以说是天生的犯罪者。伏羲女娲图象征的是繁衍，您
很想再要一个孩子。申警官，你的观察力很好啊。所以，想要跟周珊珊生孩子的，到底是谁？你可以试试把你在他们家的感受和你的推测相对应一下，说不定就知道答案。杜警官，审议独特的感知力是艺术家的天赋。我认为警察这个职业限制了他。太多的规则、边界、理性，会扼杀他的直觉和想象力。我们应该劝他重新考虑对职业的选择。感谢你配合我们的调查。我们走。陷入凝望，拷问在想，是怪胎还是天才？不过自笑比张。You the mind.心会有几分模样，命运的笔触，抉择之余较量，光影中划破边界，又被自己